家人们谁懂？巴基斯坦现在都愁得半夜翻来覆去，茶不思饭不眠。他愁啥呢？不是三哥呀又来断水，而是骁龙3爆单了，钱太多，产能跟不上。What？ 简直就是幸福到发愁的凡尔赛名场面。曾经买战机都要精打细算的国家，如今被全球几十个国家追着求订单，这单子排到25年后都接不完。一边对着订单数钱笑，一边抱怨哎呀，早知道这骁龙3这么火，当初就该多建几条生产线了。现在甲方爸爸催得紧，真是甜蜜的负担呀！西巴个呀噜，这哪是卖战机，分明是各国抢着来送钱。巴基斯坦想低调都难。这种凡尔赛式的烦恼真是羡煞旁人。我敢打包票今天这条视频凡尔赛浓度超标，干货拉满，既能让你看清骁龙3为啥能横扫全球军贸市场，又能 get 到巴基斯坦愁的本质。根本是实力太强，订单太多，幸福来得太突然。先抛个灵魂拷问，你见过因为客户太热情，订单排太长，钱太多而发愁的国家吗？巴基斯坦不仅见过，还正亲身经历着。道德经说，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伏。骁龙3的爆单是天大的福，可福太多接不住，反倒成了巴基斯坦最凡尔赛的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几，我是大钊。先给新来的家人补个背景，老粉们重温一下。巴铁跟中国的关系那铁到啥程度，不用我多说了。汶川地震倾囊相助，疫情期间千里送物资，基建跟军工深度绑定，从来都是最靠谱的兄弟。而骁龙3就是中巴友谊的硬核王牌，它不是中国单方面出口，而是陈飞手把手教巴基斯坦研发生产顶配定制款，更是巴基斯坦航空工业从一穷二白逆袭到世界前列的底气。谁能想到当年被调侃造战机不如种棉花的国家，如今靠骁龙3实现了被动暴富。愁的不是没订单，而是订单太多接不过来。很多家人不知道，骁龙3的前身是上世纪80年代超期项目。当年巴基斯坦被印度空军压得喘不过气儿，急需廉价实用的战机，拉着中国陈飞合作。美方中途退出以后中巴硬是咬牙坚持了20年。从2003年原型机首飞到2011年本土化生产，年产15架，再到如今骁龙3升级亮相，巴基斯坦一步一个脚印跟着中国学技术。老祖宗说得好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可巴基斯坦万万没想到，行着行着，骁龙3居然火成了全球军贸市场的顶流，直接把自个儿给愁住了。早知道这款战机这么能打，当初就应该预留更多产能，也不至于现在被各国甲方爸爸催得头疼。说到骁龙3的实力那真是凡尔赛的底气所在。2025年印巴5期空战，巴基斯坦空军靠骁龙3跟歼10 CE 组队，以零损失击落印度6架战机，其中3架还是最先进的法制4代半阵风战机，直接牢牢掌控制空权。新加坡研究员哈贾尼都忍不住夸骁龙3靠10架加低价，堪称市场颠覆者，卷王。买不起西方战机的国家都抢着要，这下好了，订单像雪片一样飞过来，推都推不掉。巴基斯坦只能无奈表示，真不是我们想爆单是骁龙3的实力不允许低调家人们，骁龙3到底有多能打？一是硬核配置拉满，搭载中国 KJL7A 相控阵雷达，堪比超级望远镜，看得远变得轻，还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，搭配射程超145公里的霹雳15E导弹，能实现我能打到你，你却打不到我的超视距作战。综合性能比肩 4.5 战机，不对4.5 阵风被碾压。那它的上限在哪呢？空对空，空对地，空对海，任务全拿捏。二是性价比卷穿天花板，单价才2500至3000万美元。对比西方同级别战机美国 F16 约8000万美元，法国阵风 1.2 亿美元，瑞典鹰狮6000万美元。买一架阵风的钱能买4架骁龙3，买一架 F16 的钱能买3架。这实力这价格不爆单才怪这不就把巴铁给愁坏了吗？也正因为这份实力不允许低调，骁龙3订单直接爆到巴基斯坦头疼。
根据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证实，目前已向尼日利亚、缅甸、阿塞拜疆出口，伊拉克、沙特、孟加拉国、印尼等国还在排队谈判，预计订单总量直奔500架。咱们算算这笔仇人的账呀！利比亚跟孟加拉国各抢16架，共32架。沙特豪横，想用20亿贷款换50架，还打包要飞行员培训、弹药条件的一站式服务。印尼意向40架，阿塞拜疆1040架，再加上伊拉克、卡塔尔等国，500架够装备10几个国家的空军。巴基斯坦这波简直就是躺赚都躺不过来。网友调侃：这哪是卖战机啊，分明是各国抢着给巴基斯坦送 GDP。说到这儿，家人们肯定会说呀，订单多，挣钱多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听听，这就是不懂巴基斯坦的凡尔赛。他表面上愁眉苦脸，哎呀，真来了球了，这订单呀都排到25年后了，这可咋整呀？实际上心里偷着乐，没辙呀，谁让咱骁龙3这么受欢迎，各国都抢着要，想推都推不掉，只能发愁呀，产能跟不上。老祖宗说呀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这话放到巴基斯坦身上，简直就是凡尔赛注脚。之前骁龙3生产线由卡姆拉航空工厂负责，设计年产量才20至25架，实际年产不到20架，还全供给本国空军，压根儿就没预留出口产能。巴基斯坦无奈表示，真没预判到骁龙3能火遍全球疯抢。现在好了，订单排到2051年，甲方爸爸天天催单，我们也很为难呀。各位甲方爸爸呀，多等等吧。更来了球的是啊，骁龙3的生产线真不是随便加人添设备就能提速的。虽然生产线已经完全转移到巴基斯坦，但它航空工业基础毕竟有限，核心零部件还得靠中国老大哥。KJL-7A 相控阵雷达只能从中国进口， LD-93MA 发动机要通过中国向俄罗斯订购，就连战机外壳也只有58%的零部件能自主生产，其余42%仍需从中国采购。可巴基斯坦偏要凡尔赛，没办法，核心技术跟零部件都靠中国支持，我们只负责组装生产。没想到还能这么受欢迎，订单多到接不过来，真是受宠若惊呀。可能有家人会问，既然核心部件靠中国，中国帮着多生产点不就行了？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，骁龙3的研发初衷就是中国帮巴基斯坦发展航空工业，摆脱依赖进口战机的困境，实现本土化生产。中国只负责提供核心零部件跟技术支持，不直接参与制造，就是要让巴基斯坦真正掌握生产技术，实现自主可控。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话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智慧。中国给巴基斯坦的不是一款战机，更是一套躺赚体系，让巴基斯坦能坐着收订单，这才是兄弟之道，这也是凡尔赛的底气所在。面对这种凡尔赛式的愁绪啊，巴基斯坦也只能被迫出台解决方案。毕竟呀，送上门的钱哪有推出去的道理？别人都说穷则变，变则通，而巴基斯坦现在是富则变，变则更富，只能主动求变，接住这些泼天的订单。第一个方案，扩建总装厂，巴基斯坦已经正式宣布对卡姆拉航空工厂大规模扩建，引进先进设备，优化生产流程。预计扩建后年交付能力从不到20架提升到55架，按这个速度500架订单约9年就能完成。巴基斯坦发愁就算扩建了，还是要9年才能交付完。甲方催得紧，真是压力山大。虽说比25年快了不少，但10年时间仍有小烦恼。国际军贸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万一客户等不及怎么办？可巴基斯坦根本不怕，毕竟骁龙3的实战战绩跟性价比都摆在那儿。家人们可能不知道，巴基斯坦愁的背后藏着凡尔赛的躺赚密码。卖骁龙3赚的根本不是飞机本身的钱，而是配套装备和售后服务。老祖宗说呀，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一架战机要是没有配套，就是一堆废铁。北约的 F-35就是铁铮铮的案例，特儿都放话了，没有我们美国你们的战机就是一堆废铁。所以这恰恰是巴基斯坦的隐藏财富，也是中巴合作的双赢关键。咱们算笔仇人细账，首先是弹药，骁龙3主要搭载的霹雳15翼空导弹，500架战机加上训练跟备用弹药，少说需要5000枚。中国给巴基斯坦的友情价是60万美元一枚，对外出口价能到120至150万美元，光弹药就能挣60至75亿美元。其次是配套装备，单架骁龙3的配套投入大概750至1250万美元，
，500架就是375至625亿美元，这还没算售后服务跟飞行员培训的钱。把所有费用加起来，500架枭龙3本身150亿美元，加上最低375亿美元配套跟60亿美元的弹药，总金额至少超500亿美元，相当于巴基斯坦2024年 GDP 的1/8还多。巴基斯坦说呀，真没想着能挣这么多啊，就是想把枭龙3给做好，没想到连带配套服务都这么受欢迎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这哪里是一夜暴富分明是躺赚式暴富。凡尔赛浓度直接拉满。可能有人问，这些配套巴基斯坦自己能生产吗？答案是不能，但这也是双赢的关键，也是巴基斯坦的凡尔赛小心机。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核心零部件跟配套装备，转手卖给购机国家挣差价，还能长期收取培训维护费用。而中国虽然不直接出口枭龙3，却通过出口配套跟零部件打开了全球军贸市场大门，双方都能挣得盆满钵满。巴基斯坦得意地表示，没办法，有中国老大哥提供优质配套，我们只需要负责对接客户，躺着就能挣钱。这种感觉真是 very good。巴基斯坦的经历完美印证了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的智慧。他的本就是深耕枭龙20年，把枭龙3的性能跟性价比做到极致。没想到本立住了，订单和财富直接主动找上门。这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。现在的巴基斯坦简直是凡尔赛本赛，当初只是想摆脱对进口战机的依赖，没想到还能靠枭龙3挣得盆满钵满。各国都追着合作，想低调都难。很多人羡慕巴基斯坦订单跟财富，却没看到它背后的努力。从航空工业一穷二白，到如今能自主生产枭龙3大部分零部件，从被印度压制到枭龙3碾压印军，从被全世界质疑到被追着送订单，每一步都不容易。这正应了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他靠自己的坚持，加上中巴的深厚友，才拥有了这份凡尔赛式的筹序。家人们，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句话：有的时候真不能追着钱跑，当做好一切准备钱会追着你跑。巴基斯坦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没急于求成，而是跟着中国慢慢学，扎实练，把枭龙3的性能跟生产技术做到极致。时机成熟后，订单跟财富自然找上门。现在的巴基斯坦每天都在凡尔赛，订单太多了，产能不够用，挣钱太容易，也挺烦恼。这种幸福的困扰，你懂吗？枭龙3爆单不仅能让巴基斯坦摆脱贫困，提升国力，还能让中国的航空技术配套装备走向全球，深化两国友谊，亲人善邻，国之宝矣。中巴携手不仅能解决巴基斯坦凡尔赛式产能困境，还能共同开拓全球军贸市场，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。家人们，这种挣钱挣到手软的仇，谁不羡慕？巴基斯坦这波操作让人忍不住想说，这种烦恼能不能让我也来感受一下？